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直男张艺兴，看他和杨紫的互动就知道他单身的原因了。不得不说，剧组在张艺兴身上下了不少功夫。在节目的最后2集里，活着的演员阵容只有一位飞行嘉宾杨紫，这是该节目历史上的第一次。以往嘉宾只停留1集，每集至少有2位嘉宾，一排10几位。这部剧之所以这么受杨紫的追捧，自然是因为张艺兴和杨紫的绯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两人在节目中也有不少互动，一度让观众开始为他们的2个 CP 撞脸。两人30岁还单身，依旧靠实力。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。结果张艺兴说彭昱畅和张子枫是小孩子，他是中年人。这句话让杨紫有些尴尬，因为她只比张艺兴小1岁，所以她反问自己是不是也到了中年。结果张艺兴想都没想，直接道：我们都是中年人。对于女性来说，年龄和体重永远是比较年轻的话题，对于女明星来说尤其如此，而张艺兴却兼具这2点。之前吐槽杨紫中年，还说杨紫上船的时候踩到的时候好重，直接吐槽杨紫的体重。本期节目中，杨紫的饭量也刷新了人们对她的认识，完全是个吃零食的人。节目对于直男张艺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公司的第一个食物是一种食物，它不仅是一个好主意，而且是一个好主意。张艺兴最神奇的动作是和杨紫一起泡圈茶的时候。一开始是杨紫的手法不对，做不好，张艺兴也把正确的手法传授给了杨紫，然后就没有了。杨紫得知后，张艺兴根本不在意，直接站在一旁。当杨紫问他要不要试一试时，张艺兴直接拒绝了杨紫。最后还是黄磊老师看不下去了，让张艺兴和杨紫轮流做，这才让艺兴再次接过杨紫的工作。看完这些表演，观众纷纷表示张艺兴真的太直了，难怪现在还单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上一期节目中，黄磊老师说张艺兴30岁就该结婚了，而张艺兴却说他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。当时观众还以为这是张艺兴对黄磊老师的话的应对方式，现在看来他说的是真的，他大概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爱吧。当然这样说并没有抹黑张艺兴的意思，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张艺兴有多可爱。作为国内的顶级明星之一，张艺兴与许多所谓的鲜肉有着根本的不同，他的专业性更胜一筹。事实上，不仅是张艺兴，四海归的其他3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非常有能力。毕竟他们都有在国外当过练习生的经历，在国外做练习生要出名需要很大的专业性，所以作为偶像艺人，4人各有千秋。但张艺兴显然是4人中比较不寻常的一位，因为除了唱歌跳舞之外，他也是4人中唯一一个会自己做音乐的人。众所周知，近几年张艺兴的音乐几乎都是自己安排的。很多人吐槽过 GAI 对偶像明星来来回回的态度，但很多人似乎忽略了一点，包括他身后的地下 rapper， 真正鄙视的不是偶像明星，而是拥有没有权利，但不得不说他们是说唱歌手。盖和他身后的地下们真正鄙视的不是偶像明星，而是偶像明星们没有实力说自己是 rapper。 显然张艺兴不是那些人中的一员。近年来，张艺兴也逐渐成为一些选秀节目的评委和导师，他的每一篇评论都非常专业，尤其是涉及到音乐的讨论，因为音乐是张艺兴喜欢和擅长的。但到目前为止，音乐似乎也是张艺兴唯一感兴趣的事情，所以他忽略了很多其他的事情。就拿 Live to Live 最后2集来说，张艺兴的表现真的不是直男病，而是很多他不在乎。对于明星来说，如果被传出绯闻，那么一定要尽量辟谣，减少与绯闻女友的互动。但张艺兴没有，2集都和杨紫很亲近，甚至在为同村人开垦土地时，张艺兴也直接把杨紫叫到自己的拖拉机上。这种接触对明星来说可以说是太亲密了。但张艺兴并不在意这些，他不仅不理会，而且还玩得很开心。而张艺兴之所以精彩，是因为他确实和杨紫走得很近，但他似乎并不能取悦女生，所以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些直男名场。
土豪杨子的年龄和体重，土豪杨子的胃口，杨子在工作时都不愿意帮忙。这种前后对比真的很有意思。其实，对于张艺兴的事情，黄磊和何老师是心疼的，他们从头到尾都在帮他和杨子创造机会。但他身边的人越多，越能体现出张艺兴的可爱，让人觉得更有意思。正如网友所说，别人单身可能是因为没有缘分，或者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而张艺兴的单身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。一个有如此才华和长相的人，在交流方面却如此薄弱，尤其是对女孩。当然，这还是同一件事。说这些并不意味着贬低或诋毁张艺兴，因为张艺兴的努力和坚持是我们通常看到的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节目刚开始的时候，何老师问张艺兴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节目。张艺兴有点落寞地表示，他想认识更多的人。他之所以想认识更多的人，是因为他没有练习过遗体，从而忽略了很多东西。由于市场的原因，今天的偶像明星几乎等同于花瓶，而张艺兴等少数人的存在就是告诉人们，中国有优质偶像。所谓优质偶像，不是靠炒作和实力，而是用作品说话。虽然有人抱怨张艺兴没有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，但其实他每首歌的制作水平都很高。除了音乐，张艺兴在影视剧中的表现也不俗，尤其是与孙红雷、黄渤等大佬合作后，他的演技也逐渐丰富起来。当然，他在演艺道路上还需要努力，但他的努力确实是我们肉眼可见的。虽然张艺兴和杨紫在节目中特别驳斥了绯闻，但至少从节目中的表现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彼此的印象都很好。尤其是张艺兴，在杨紫来了之后，他的变化很大。所以我也希望张艺兴能尽快醒过来。音乐是一种美好的追求，杨紫为什么不呢？很好的女孩，但不要错过了。02在《家有儿女》中饰演夏雪，成立了文化传媒公司。杨紫经历了什么？因为最近吃饼的微博热搜，杨紫被拉到了舆论的中心，众说纷纭。而杨紫本人也对此进行了回应。说到杨紫，大家真正熟悉的是电视剧《家有儿女》。杨紫在剧中饰演小雪时只有12岁，她的眉眼之间充满了灵气，演戏并不急躁。时光飞逝，如今她为我们带来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影视剧。作为一个演员，杨紫的实力全在网上，未来之路可以期待。近日，有网友爆料称，杨紫成立了一家名为东阳紫路嘉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传媒公司。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万元，业务也与杨紫本人的表演艺术有关。经营范围包括电影制作服务、文学艺术创作、广告制作等。杨紫持有90.00%的股份，并担任执行董事、经理、法人代表。除了工作室之外，文化传媒公司成立的原因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。自从去年杨紫与原经纪公司解约后，一直将其作为个人工作室经营，因此不少网友认为，成立这家公司应该是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业务版图。杨紫成立自己的文艺公司，是她向更高层次迈进的第一步，这也让很多一直陪伴在杨紫身边的老粉丝感到欣慰，看到自己的大女儿终于长大了。说实话，杨紫从一个童星走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。说实话，这很不容易。你认为杨紫成立公司会给她带来一个新的上升期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03沉香如屑评分5.6，你觉得是高还是低？该剧最大的受益者是诚意。沉香如屑，沉香重话正在热播中。上半部节目结束后，豆瓣评分还没有放出。8月20日，该剧豆瓣评分终于更新了5.6分。你觉得是高还是低？但让很多观众没想到的是，这部剧最大的受益者是诚意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从各种数据来看，沉香重华已经成为热播剧。第一部《沉香红》结束后，网友们立刻开始期待沉香重华。官方似乎是为了网友们想要追剧的心情，直接无缝播出。在这部电视剧中，沉香如屑讲述了严丹为了爱情可以放弃一切，之未得到应援的回应。但在沉香重华中，严丹果断拒绝了唐周，与应援开始了漫长的旅程，追逐你的妻子。
8月20日，沉香如屑，沉香重华豆瓣评分全新发布。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这部剧的评分只有5.6分，甚至没有超过及格线。从评分数量上看，超过10万人给予评分，其中5星评价16.1%，3星评价23.3%，1星评价21.9%。看到这样的分数，不少网友认为5.6还是比较低的。无论从服务、特效还是演员的演技来看，这部剧都比一些剧高出不少。但也有网友认为有这样的粉丝是很好的，很正常，因为沉香如淡、沉香重华的变化比较大，男二直接变成男一了。这样的剧情设定直接影响到原著的粉丝，但不能否认这部剧还没有播出。当时就有网友开始给沉香未谢、沉香重华打1星。大部分网友认为看沉香如屑、沉香重花主要是因为杨紫，因为杨紫主演的电视剧质量有一定的保证。但随着剧情的更新，网友发现严丹给了杨紫一个领先，来的福气并不大，最大的受益者是扮演应远、唐周和玄烨的程毅。目前应远和唐周都出现了，不过最引人注意的不是他们，而是玄烨。相比之下，观众更喜欢看反派。这个设定真的很感人。沉香如屑、沉香重花播出后，程毅的人气与应远、唐周一起迅速上升。从网友总结的结果来看，程毅是2022年优酷 V 级9位男演员。程毅沉香如面包蟹话题阅读量超过110亿，唐周应援艾曼第一剧中人物故障，唐周应援的猫眼角色人气榜，该剧已播出18天。程毅的社交账号拥有超过100万的粉丝，不得不说这部剧真的是为程毅带来了事业到更高的水平。在接下来的一集中，唐周终于承认自己喜欢严丹，在天天和严丹之间选择了后者。网友们表示，如果严丹没有遇到唐周，他也无法原谅应援。因为唐周的所作所为，他们成功的移动了燕丹，但是两人在凡间并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因为燕丹想要帮助唐周找到最后一件神器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坚持一个虐心的剧情，背后的剧情大多是甜的。我们不能以评分来判断一部剧的好坏，只要你喜欢看，这部剧就是一部好作品。读者们，在你们心中，请给沉香如屑、沉香重话打几分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